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a， 欢迎来到我频道。时隔1年多的时间，我终于又有新包啦！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我最新入手的这只包包。很明显，今天不是一个真正的开箱，我早就已经等不及打开看过，并且时不时的还会拿出来把玩一番，但是还没有正式背出门呢。今天赶快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当时买完这个包，在店里就发了 Instagram Story， 就发这个盒子。当时就有小伙伴火眼金睛，看出来我大概买的是一个什么包。你们真的好厉害呀！那我们就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里面这个包装纸都已经皱巴巴的，因为我经常拿出来看，开心不开心都会拿出来欣赏一下。就是这一只 Kelly Pochette， 大家经常说的 Mini Kelly 1代。那这款在店里就叫 Kelly Pochette， 店里说 Mini Kelly 的话就是特指 Mini Kelly 2代那款包。大家有看出来这是一个什么颜色吗？这是去年2022年新出的颜色鸡羽云灰，配的是银扣 Swift 皮。超美的，真的不枉我1年的等待呀！来，给个近镜头特写。等我把包装都拆掉。这个膜我还没撕呢，因为还没有背出去，我就先没撕。打开就是这样的。好美啊！关于这个包本身，我们一会儿具体再来说。先来聊聊我买这个包的经过吧，我还挺爱和大家分享这些细节的。我上一次去店里配货是6月份，当时买完之后就约了9月份再去店里看一下有什么包。我的 sales 是从来不会打电话或发短信给我说，哎，我有一个 surprise 给你，快来看，或者哎，你的 wish list 上包到了，快点来，从来没有过。我从买第一个爱马仕的 Birkin 开始，我买爱马仕的包的一个模式吧，就是在店里配完货，当时就看有什么包可以 offer 给我，有的话我喜欢的话就拿，没有的话可能再约一个时间再来店里看。所以感觉每一次都是碰运气，我也不知道我填 wish list 有什么用。哦，有一个用处就是你越想要什么，它就越不给你什么，这个我一会儿具体再说。然后那天我就去店里，他问今天想要点什么呀？我就直接开门见山跟他说，我今天就想要包，因为我配的已经够多的了，我真的不想再无止境的配下去，就想问有什么包。然后我们就直接到了包包的那层，然后我之前的 wish list 上有 Kelly 25，后来我又配的更多一些，我觉得基本上能到 Mini Kelly 的门槛了吧，就又加了 Mini Kelly。然后那天他跟我说 Kelly 25没有，Mini Kelly 也没有，我心想说完了，又白来一趟。然后说哦，有 Birkin 小尺寸，应该就是25，有黑色和绿色。我心想，我当时就背的 Birkin 25黑色金店，你给我 offer Birkin 25，这明显没有诚意。然后一会儿他又说，哎，有 Kelly Pochette 你要吗？我一听 Kelly Pochette， 当时心里就很惊喜，想说这个包很难拿耶。但是表面上还是很云淡风轻的。哦 Kelly Pochette 啊，就是尺寸比 Mini Kelly 更大一些是吧？他说对。我说那可以啊，看一下吧。他说但是 Kelly Pochette 非常少，你就不能选颜色了。我当时心想 Kelly Pochette 反正挺难拿的，先拿了再说吧，那颜色能丑到哪里去呢？后来就说行，那就 Kelly Pochette 什么颜色都可以。然后就迎来了这个小可爱。刚才我说爱马仕就是你越想要什么就越不给你什么，我从来没有跟他说过我想要 Kelly Pochette， 偏偏他就 offer 给我这个 Kelly Pochette， 所以如果我想要 Mini Kelly， 想要 Kelly 25的话，我还得继续买。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我闺蜜最近拿包，她最近拿了一个 Birkin 25金棕，也是她最想要的，但是 sales 给她 offer 的时候说这个包包大小是你想要的，但是颜色不是你最想要的，但她其实最想要的就是金棕， sales 可能记错了，所以他们就是这种套路。我有时候想要不要反套路一下，就是我越想要什么我就越不说，然后是不是他有可能 offer 给我了。
那就再来看一下我拆盲盒拆出的这只基于云灰的 Kelly Pochette。我第一眼看它的感觉是好冷的一只包，灰色配银扣，非常清冷的感觉。这种冷色调的包呢，我一开始没有特别关注过，毕竟我之前还聚过一个吸气灰 Kelly 25，那是 Sales 唯一 offer 过我一次Kelly 25，因为吸气灰是一个非常冷、非常酷的颜色，当时我就拒掉了。所以当时看到这个颜色，觉得哇很冷哎。但第二感觉呢，就是至少它是一个中性颜色，非常好搭配，特别是今年还流行灰色，至少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颜色，所以我已经很满意了。那第三眼再看它，就觉得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好看。那其实一开始我还不知道它是什么颜色，第一眼我以为是吸气灰，后来 sales 说是去年的新色，我一查啊，原来就是传说中的积雨云灰。我后来看了一下，积雨云灰比吸气灰要更浅一些，我觉得它是一个更正的灰色，就不深不浅。吸气灰要更加深、更加酷的感觉。然后在可能暖光的光线下会有一些绿调呈现出来，然后有的光线下看起来浅一些，有的光线下深一些，所以很多人呢也称它是一个变色龙色。而且这个颜色去年推出之后就非常受欢迎，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金刚色。我也很开心，觉得很幸运拿到这个颜色的包包，而且这只包配的是银扣就更绝。这种清冷的灰色就一定要配银扣啊，和银扣是绝配，配在一起就更加清冷，非常高级的感觉。而且现在也是银扣当道嘛，这也是我第一支Birkin Kelly 这种银扣的包，之前的 Birkin Kelly 都是金扣或者玫瑰金扣。而且这也是我第一支 Swift 皮的包包。Swift 皮是小牛皮，它的手感非常柔软，非常细腻，摸上去手感特别的好。它上面没有 Togo Epsom 皮上面那种荔枝纹，所以看上去就很平滑很细腻，但与此同时这个皮质也很容易有划痕，容易磨损，所以使用的时候要倍加小心。而且这个 Swift 皮很容易吸收染料，所以爱马仕在做很多鲜艳颜色的包都用 Swift 皮，像 Constance 很多鲜艳的颜色都是 Swift 皮质的，而且这个颜色在Swift 皮上呈现的确实是那种非常纯、非常细腻的感觉。后来 Sales 又给我拿了一个同样颜色的卡包，是 Epsom 皮吧，应该。我觉得那个颜色看着就没有在 Swift 皮上看着这么纯的这种灰色的感觉，我觉得还是在这个皮质上呈现的颜色是最好看的。Kelly Pochette 和 Mini Kelly 2代相比的优势呢，就是它的容量要更大一些。起码手机，我这个是 iPhone 13 Pro 带手机壳，装进去是完全没有任何压力的，然后还可以放钥匙、卡包，还有补妆粉饼，还有耳机，我就随便拿了这么几样啊，你看，绰绰有余空间，再放唇膏啊、什么墨镜啊、纸巾啊、酒精啊都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容量是很实用的。和 Mini Kelly 2代相比， Kelly Pochette 缺点就是只能手拎，没有肩带。我现在也在考虑要不要继续奋斗 Mini Kelly 2代，因为从容量上来讲，我觉得这个1代就更加的实用。虽然它是只能手拎没有肩带，但毕竟可以装下东西。Mini Kelly 2代好像连手机都很难放进去，但是 Mini Kelly 2代又是很经典、很精致、很可爱又很难拿的一只包。我觉得我是本着集邮的心态或者升级打怪的心态，还是有点想把 Mini Kelly 2代收入囊中。我之前还说拿完下一个包就要出坑了，结果我现在还在想 Kelly 25要不要， Mini Kelly 2代要不要，而且我买了爱马仕这么多年了，是不是可以争取一个 special order 的机会？所以真的是之前立的 flag 现在啪啪打脸。关于这只包今天就先说这么多，最后再来聊一下大家都很关心的配货比例问题。说实话，这次可能没办法像之前一样给大家一个很明确的配货比例数字。一是我在买完上一个 Cotta bag， 就是那个 Birkin 25金棕，那还是2021年年底买的了。从那之后到现在，我配了不少了，像羊绒大衣、羽绒服、带钻的手表，还有各种鞋子、围巾，杂七杂八的，我觉得配了不少了。
那这些配货究竟有多少，我也没有算过，因为我不太想面对那个数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我之前的爱马仕配货视频，可以有个数。我是不想去面对它。第二呢，就是在拿完上一个 Coda bag 之后，到现在我就拿了一个 Mini Bolide 和这个 Kelly Pochette。By the way， 这款 Kelly Pochette 虽然难拿的程度要远高于 Birkin 和 Kelly， 但它其实并不是一个 Coda bag， 它不占每年2个包包的额度，包括那个 Mini Bolide 也是，它也是很难拿，但不是 Coda bag。所以这2只很难拿的包究竟占用我已经配货的这些东西里边占了多少比例，我还能剩下多少用到下一个包，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数字。我不知道我下一个包是要从头开始配货呢，还是说再添一点，今年可能还能再拿一个 Coda bag。虽然我觉得希望比较小，但是我还心存希望，所以这些我还都不确定，所以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数字比例，只能说肯定是要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拿这个 Kelly Pochette。以上就是今天这支视频的全部内容啦，喜欢这支视频请给我点个赞，有任何问题欢迎留言给我，然后也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最后也祝大家能尽快拿到心仪的包包，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